这就是凡间啊！财神爷爷说，今天见者有份，财神座下童子赵福宝来给大家送财了。奶奶，财神爷爷让我来送金元宝了。初五到，我们迎财神喽！来吃饺子了，团团圆圆，福运满满。财神在上，祝我们日进斗金，福运满满。这就是凡间啊！财神爷爷说，今天见者有份，财神座下童子赵福宝来给大家送财了。奶奶，财神爷爷让我来送金元宝了。金元宝真漂亮，跟真的似的。好孩子啊，你的心意啊，奶奶领了。这元宝你自己留着玩，好不好？可是这是福宝送给奶奶的。妈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别信这些。现在骗子就专门利用这种小孩骗人。哎，吃，小小年纪就搞诈骗不学好，一边玩去。都说凡人爱财如命，他怎么不要我的钱呢？姐姐，初五迎财神，财神祝你福运满门。我对，给姐姐的。小朋友，您嘴真甜，但红包都是长辈给晚辈的。来，这红包给你拿着去买点糖吃，也祝你新年快乐呀！拜拜。奇怪，我不是散财的吗？这财怎么又到我手中了？唉，都说凡人爱财如命，我这财怎么就散不出去呢？唉，都说大城市不拖欠工资，我这钱怎么要不回来呢？他刚刚说到钱了，他一定需要我散财。小朋友，怎么一个人在街上啊？你爸妈呢？这小孩真水灵，等到时候转给那些求子心切的有钱人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叔叔，我在散财。看来还是一个傻的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善财啊，叔叔知道有个地方好善财，叔叔带你去，如何？你撒谎！你身上财气黑红，说明钱财来路不正，还沾有血腥。你是大坏人，不可能来帮我散财。什么财气血气？你个小兔崽子胡说什么？快跟我走！坏蛋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小兔崽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得打你才能老实是不是？你干什么呀？绑架小孩是吧？走，跟我去警察局说清楚去。你谁啊？你少管闲事！你刚拉小孩，我可都录下来了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哎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叔叔救了我，叔叔是好人。叔叔，我看见你身上的衣服都是脏脏的，你一定需要很多钱吧？这个金元宝给你。这金元宝你拿着吧。小孩，你家人呢？我家人在天上。难怪，这么小就已经是孤儿了吗？怪不得会被人贩子盯上。我可是财神爷爷座下童子赵福宝下凡来给凡人散财的，才不是孤儿。好，不是孤儿。叔叔小时候呢，我也是个奥特曼，叔叔都懂。我真是财神童子，我会点石成金。哦。接下来你可看好了，点石成金。奇怪，怎么失效了呢？点石成金，点石成金，点石成金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呀？我居然真的有一刻以为它能点石成金。财神爷爷。
傻丫头，不是你的法术不灵了，是爷爷封了你的法术，才不能点石成金。你想想，你若像在财神殿一样，动动手指就能点石成金，那你下凡散财的历练又有何意义啊？对呀，财神爷爷，福宝要怎么做呢？我虽封了你的法术，但没有封印你作为财神童子探查财气和带来好运的天赋。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心思纯善的人，使用本身的天赋不断散财，那你的法术就能不断解封。祝你顺利通过历练，重返天界。好，爷爷，我记得了。那我走了，小福宝，祝你好运。嘿嘿，小福宝，你在愣什么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叔叔信你啊，开心点啊。爸爸，哎，我不是你爸爸呀。你就是我爸爸。这孩子不光是孤儿，脑子还有点问题。算了，就这样放在大街上，迟早又被人贩子骗去。我还是不刺激他了，让他先跟着我吧。行，那我以后就是你爸爸了。好啊，我有爸爸了。爸爸，刚刚你是不是说没钱？放心，我就算不会点石成金，也肯定让你有花不完的钱。行了，你的好意呢，爸爸心领了。但是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难不成钱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？当然能，有我在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你这丫头，这天上怎么可能掉钱？快过年了，给孩子买点吃的吧，脸都白了。这不是你的钱吗？我去，你还真幸运啊！来，走，爸爸，带你去买鸡腿吃，好不好？好耶，福宝要吃大鸡腿。太好吃了，这鸡腿太好吃了。爸爸你也吃。爸爸不吃，倒是你在长身体呢，你要多吃一些，知道吗？爸爸，我以后一定帮你挣好多好多钱，然后给你买好多好多鸡腿。傻孩子，你能帮我赚什么钱？不，爸爸，福宝可以的。你是不知道，我呢天生就是倒霉蛋的命。这都大年初5了，那个包工头欠我的工程款还没还，我连给你奶奶买年货的钱都没有，哪儿还有脸面回去过年啊？存不住钱？爸爸心地纯善，还有少有的富贵之相，怎么会存不住钱呢？让我看看。爸爸不怕，你身上的财气干净温暖，本该一生富贵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少了一大块，因此钱财留不住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但没关系，你待在福宝身边，福宝就可以帮你补上。好了，爸爸，你现在可以留住一些财气了。这就可以了？哇，我们家福宝太厉害了，那爸爸以后赚钱就仰仗你了。就交给我吧。喂，李哥，你是说那个包工头现在在好运来棋牌室是吧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呀，爸爸别走，我也去。那个地方乱，你在家里等爸爸好吗？爸爸回来给你买大鸡腿吃。不行，我就要去。好，但是你一直要跟着爸爸，不能乱跑，知道吗？走。他妈的，这什么牌啊？家人爷，兄弟们在你手底下兢兢业业干了大半年，
你他妈的就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在这潇洒！你们，老李，别冲动。贾老板，我们今天也不是来闹事儿，只是我们就等着这笔钱风风光光回家过年呢。你好歹给兄弟们结点吧。对，不给钱，今晚就没完。吵什么吵？没看见我正在这办正事儿呢吗？那钱呢是下来了，我手上也不多，我这不想办法给你们凑着吗？贾仁义，你这个畜生，把我们的钱当赌资！老李，别上当，他故意激你的，一旦动手，咱就完了。孬种，想动手啊？来，照这打！不敢就滚，别当老子财路！坏人，明明是你影响了自己的财运，你身上的财气又脏又乱，是亏心钱。你如果再不还钱，这些坏财气就会损掉你的功德，你可是要倒大霉的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片子，也敢咒我倒霉是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？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乱说话的！哎呀，下手！你还敢笑我？意思就是下场就是让你起不来啊！大坏蛋，让你欺负我爸爸？不是，我今天这怎么了？这么倒霉？叔叔，你的黑色财气已经到印堂了，再不还钱，接下来就不只是你倒霉，还会连累到你家里人的哦。小杂种，你要是再敢乱说话，你信不信我？大哥，不好了！嫂子说你儿子从幼儿园滑梯上面摔下来了，胳膊摔骨折了，让你赶紧去医院呢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快去！我早说了，叔叔要是拖着再不还钱，坏财气彻底蔓延开来，那可是神仙都救不了你。等会儿，来，给你们，拿着钱，立刻马上滚！今天算我贾仁义倒霉撞邪了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你这就叫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少老弟啊，多亏了你啊！你一出马，还不光把兄弟们钱一分不少的拿回来了，还多赚了贾仁义2000，这下大家能过个宽裕年了。别这样，要谢也不用谢我，要谢你去谢福宝。哎呀，我知道福宝是咱们的小福星嘛。来，这些你拿着，就当给小福宝的谢礼了。你去给小福宝呀买点好吃的，买身新衣裳。行，那就多谢李哥了。谢啥？我这就赶紧把钱给大伙分下去，让大伙也高兴高兴。走了。好。咦，爸爸身上的财气更亮了一些，难道散财给爸爸真能帮爸爸找回丢失的财气？福宝，你为什么一直盯着爸爸看啊？爸爸，你身上的财气回来了一点点，现在应该能存住一些钱了。好，那爸爸就借福宝的吉言。现在呢，咱们钱也拿到了，咱们去买点年货，回去看看奶奶好不好？好耶，看奶奶去了。走，回家喽。来，福宝，你看，这就是奶奶家。等会儿见了奶奶记得喊人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爸爸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妈。爸爸，奶奶家里好安静啊。没事儿，待会儿呢，奶奶出来，爸爸就给你放个鞭炮，就热闹了。
妈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妈。小安回来了。妈，你这怎么了？小安，你怎么回来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哎，这孩子是……奶奶，我叫赵福宝，是爸爸的女儿。好好好。妈，这是我看见他在街上一个人，就给他领回来给您做孙女。哎，好孩子，奶奶这儿有50块钱，就当给你的红包了。奶奶，我不要。奶奶，您手不舒服吗？好孩子，奶奶没事儿，就是前2天下地不小心滑了一跤，已经让村头的张大夫给包扎过了，小伤。妈，你这看着就伤得不轻，我早就说那村头那大夫不行，咱们去城里的医院看看好吗？哎，不用，小安，张大夫都说了，发烧过，躺几天就好了。再说你挣的也不多，这……妈，你看，我现在有钱了，咱们就去城里的医院看看吧，好吗？奶奶，爸爸现在赚到钱了，福宝以后也会帮助爸爸赚到更多的钱，咱去医院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医生，我妈的病怎么样了？右臂齿桡骨骨裂，腰部压缩性骨折，这些都需要尽快安排手术。而且，老太太这伤拖得太久了，已经出现了严重感染的迹象，得先控制感染，然后安排骨科手术。光是这前期的治疗费用，至少得80万。好的，医生，那马上安排住院吧，钱我会尽快凑齐的。医生怎么说？没啥事儿，就是医生说我骨头出了点小问题，住个院就好了。小安，从小到大，你一撒谎，右手就下意识的握拳。实话告诉妈，是不是要很多钱？妈，真不多，也就80万吧。但医生说这病啊拖不了，得马上住院。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80万，小安，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才3、4万，你上哪儿找那么多钱呀？爸爸，80万很多吗？这钱要爸爸不吃不喝不生病，工作40年才有可能攒到这么多钱。那爸爸，福宝现在就带你去挣很多钱。福宝，你跑慢点，这人多。快了，爸爸，你看前面有很多财气。爸爸快来！福宝，就是这儿吗？爸爸，我要这个。小姑娘好眼光，这是清代太医流传下来金丝百草平安符，能祛病带来福运。这样兄弟，看孩子想要，给您个实惠价，800。福宝，咱们还要给奶奶治病，实在没有钱买平安符了。不管，爸爸，我就要这个。福宝难得这么坚持想要一样东西，算了，既然你想要，买了就买了吧。老板，我也是在这边打工的，这东西呢是真是假我都知道。这样，50块你买不买？哎，老板，50真不行，你要诚心想要啊，给个100块进价。哎，80，平安符给你，真不能再低了。行，成交。哎，东西给你，你可不能给我再乱跑了啊。知道了。走吧，奶奶还在医院等着咱们呢。爸爸，等一下嘛，有个漂亮姐姐来，财气冲天。财气冲天，漂亮姐姐。我正忙着找东西呢，没看路，非常抱歉，这位先生。没事儿，这条街人本来就多。多谢，下回我一定多注意。小朋友，这个护身符我看着很眼熟，能借给我看看吗？给。这难道是清代御医坊流出，专供宫廷的金丝百草平安符？我曾经只在故宫的藏品图册上见过类似的工艺。
先生，这护身符我很喜欢，开个价吧。80。80万。福宝，这80万。爸爸相信我，这价格对这位姐姐来说已经很便宜了。小朋友，80万可是姐姐最高的心理价，可一点都不便宜。可是姐姐，你买下这枚平安符所能赚到的钱，要比这80万多得多吧？赵先生，50万，你觉得如何？福宝，50万已经很多了。财气冲天，但又没兄弟宫缠绕黑气，看来这位姐姐的弟弟会拦她的财路呀。姐姐，你家里是不是有个亲弟弟？和你最不对付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了呀。姐姐财气冲天，但又没兄弟宫黑气缠绕，爷爷说这叫兄弟夺财。要是不赶紧处理，姐姐你就会失去好大一笔钱呢，那可要比80万要多多了。小朋友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兄弟夺财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就在今晚呀，在一个很多人都穿着漂亮衣服坐着，举着白色牌子喊数字的地方。那不就是今晚的慈善拍卖会吗？这拍卖会只对名流开启，私密性极强。我那不成器的弟弟也确实会来，但是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真如他说的？80万，这平安符我买了。好耶，姐姐。但是我希望小福宝和赵先生能作为我的特约嘉宾，陪我一同参加今晚的拍卖晚会，酬劳20万，如何？苏小姐，这没问题，我和爸爸陪你去。行，我们陪你去。那赵先生、小福宝，我们晚上见。果然，三才给爸爸可以找回爸爸空缺的财气，就连法力也感觉回来了。福宝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我们回医院找奶奶去吧。好。走。福宝，一会儿进去千万别乱跑，紧紧跟着爸爸。苏总那样的人，他们家的水太深，爸爸怕保护不好你。苏姐姐身上的财气和爸爸你的财气缠在一起的时候会发光哦。爷爷说过这是万里挑一的，会有许多许多好运的。别瞎说。总之，你跟着我就是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爸爸。先生，邀请函。我们是苏庆元女士邀请来的。苏总邀请来的，像你这种打扮，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没有邀请函的，就别在这里挡道，赶紧给我滚！爸爸就是苏姐姐邀请来的。哟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姐包养了个小白脸啊！你就是苏清远邀请来的？苏清远什么时候这么饥不择食了？连个臭要饭的都能看上？我爸爸才不是乞丐，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你这坏人！小野种，我收回你的话，向我女儿道歉。你让我道歉？你们两个臭要饭的，没看见有人说我呀？给我上！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邀请来的客人。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苏总，我是苏清远，你嚣张什么？我的人你都敢动？你知道苏家是你自己的？这拍卖会既然在苏氏集团的酒店开，我就该维护苏氏的体面。你再闹，信不信我把你也赶出去？你敢？来，福宝，姐姐带你们进去。叫你办的事儿都办好了吗？苏少，都办好了。苏清远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
苏大小姐苏清远果然气度不凡。听说啊，她刚拿下城东的那个大项目，一时间风头无量啊。能力再强又如何？我可听说苏氏集团不少老人都站他弟弟苏清明那边，要在拍卖会上给苏清远下手呢。要我说，待会儿指定有好戏看。哎，他后面怎么还跟了2个人啊？还是生面孔，从来没有在圈里见过呀。还是个孩子，我也没听说苏家大小姐有孩子了呀。几日不见，苏小姐风采依旧啊。过誉了，莫老。上次我送您的金丝百草平安符，您看着怎么样？哎，甚好。那个确实是清代宫中流出来的，不过由于年代久远，有些磨损啊，符号无法破译啊。那如果运用到我上次送你的医药方案里呢？您觉得如何呢？苏总，这件事啊，你弟弟苏清明啊，同样也给了我不错的筹码。你说我该听谁的呢？苏总，这2位新朋友，你不介绍一下吗？爷爷好，我叫赵福宝，这是我爸爸赵承恩，是苏姐姐的朋友。好一个伶俐的孩子。福宝已经介绍过自己了，那爷爷您呢？这位是莫明山莫老先生，当代顶尖的医学大拿，也是一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。哎，苏总言重了，这个大拿我可担待不起啊。哟，苏清远，你真把这2个穷鬼带来了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要不行了，提前练一练？你才是要饭的大坏蛋，你马上就要倒霉了。苏清明，你与其有时间在这儿为难我的客人，不如好好想想，上回项目亏损的窟窿怎么填吧。牙尖嘴利，我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次拍卖大会。本次拍卖会为慈善性质，拍得所有钱款将全部捐赠给社会爱心人士。本次拍品也是包罗万象，全部由爱心人士提供，一经拍出绝不退款，所以请大家仔细甄别。此为第1件拍品，是一套5枚乾隆通宝，起拍价5000元。这种品相的钱币啊，在古玩市场上是随处可见，这钱币都磨包浆了，品相也太差了。可不是，我看怕是要流拍喽。爸爸，我要这个。5000元。哎呀，你真是蠢得可笑啊！50块钱的东西啊，你花5000？那是你自己没眼光。小要饭的，你不会真以为你捡到宝了吧？你就等着看好了。哼！姐姐，快宣布吧。还有竞拍的吗？5000元1次，5000元2次，5000元3次。成交，恭喜这位先生。哎，福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爸爸，这上面那是假的，摔开才是真铜钱。啊，这是乾隆御制祈福金币的试铸铜样，因其铸造特殊，所以存量极少。去年海外有一枚类似的铜币，拍出了280万的高价。小兄弟啊，我愿意出300万购买此枚铜钱，如何？可以。大坏蛋，看走眼了吧？这不可能，苏老，你不会是花了眼，看错了吧？苏少，我浸润收藏界20年，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眼力吗？不敢。爸爸的财气这么快就要补全一半了，
福宝的法力也回来了一些。按这个速度散财，福宝岂不是马上就能重返天界了？福宝，我们真的赚到了300万。这才哪到哪？福宝说过要让爸爸有花不完的钱。那爸爸可就靠福宝的喽。包在我身上。根据货主介绍，这件双耳夔龙纹青铜珏源自清末恭王府，暂时流落在外，如今才重金回购。此次拍卖是首次亮相国内拍卖会，起拍价500万。这岂行？这包浆，传说是真的？这真是西周中期的双耳夔龙纹青铜珏？500万。苏总，这既然莫老喜欢，就全当晚辈借花献佛，就当是对本次合作的一点心意。你这丫头，哼，600万。我看这青铜器也不值钱啊，这姐弟俩怎么在这儿斗起来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苏氏集团最近有个研究中心的项目，需要莫老牵头，而这莫老就是对青铜器情有独钟。这是这对姐弟俩为了争夺莫老的支持，做戏给莫老看呢。700万。对，就是这样继续叫价，苏清远，你完蛋了。1000万。苏清远，这个好东西你可不能独吞呢。奇怪，这上面财气稀薄，按理说没有多高的价值。我知道了，这已经远远超过这青铜珏的价格了。我那傻弟弟怎么还如此淡定的继续跟价？这不像他的作风啊！不管了，莫老的支持绝对不能落到苏清明的手中。姐姐，不能拍，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失去了好多好多钱。当真？姐姐，这里的坏财气更重了，就是这个。姐姐财气冲天，但又没兄弟宫黑气缠绕，爷爷说这叫兄弟夺财。要是不赶紧处理，姐姐你就会失去好大一笔钱呢，那可要比80万要多多了。小朋友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兄弟夺财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就在今晚呀，在一个很多人都穿着漂亮衣服坐着，举着白色牌子喊数字的地方。拍卖会竞价青铜珏，苏清明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既然苏少对这青铜珏情有独钟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不夺人所好了。苏清远，莫老这么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？弟弟这说的什么话？无论我们谁得到这青铜珏，不都是造福苏氏吗？难道说这青铜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苏清远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青铜珏可是独一无二的复兴青铜珏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地儿了。复兴是那个能改变西周祭祀礼器的重器，能进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你是说，这青铜珏是复兴青铜珏？对，我可是亲眼看到上面的复兴2字。爸爸，所有人都离台子那么远，坏叔叔是怎么亲眼看到碑岩的字的呀？你个小孩懂什么？我随便看看就知道。苏清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对青铜器还这么有研究？拍卖师，老夫能否上前一观啊？莫老请。坏叔叔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难道是被我说中心虚了吗？我就是坐累了，溜达溜达。哼。
此青铜诀，附新铭文，位于碑沿，秀色浮于表面，乃是后人移花接木之作，其价值最多不过1000元。老夫一生清明，不与作假之人为伍。苏总，你之前谈到的研究中心的合同，麻烦您明天送到我的府上。多谢莫老，那就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至于苏少，我们之前谈到的所有合作，全部作废。哼，又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！明明是坏叔叔害人，坏人有坏报。小杂种！你眼力比不过小孩，难道气量也比不过孩子吗？来，你这跟一个孩子置气，这也太没风度了吧！就是，苏少这作为，简直把苏家的脸丢尽了。你，请各位嘉宾保持会场秩序。苏先生，您的青铜诀我们稍后会给您送过去，请您支付青铜诀的拍卖费用。我不要了，本来就是我提供的，我付什么钱啊？苏先生，拍品一旦落锤，就具有法律效应。如果您执意拒绝支付，那么我们将没收您500万的保证金，也会根据法律追回所有的欠款，请您慎重考虑。我付。哼，赵承安、赵福宝，我记住你们了。苏少，我随时奉陪。哼，福宝，你早就知道这青铜诀是假的？爸爸聪明，这上面财气稀薄，肯定是假的。那小福宝，你看看姐姐眉间的黑气还在吗？已经消失不见了，而且我还看见姐姐要给爸爸带来一大笔财富呢。你真是个小机灵鬼。这样吧，下一件你能看好的东西，我全额买单。啊？苏总，这怎么行啊？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，这小孩子的话怎么能当真？赵先生不必客气，福宝刚帮了我避免这么大一个麻烦，我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更何况你还不相信我们小福宝的眼光吗？就是爸爸，福宝出马，保证让你稳赚不赔。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重头戏——玉石对赌环节。这3块石头是由香玉大师秦石先生选出，也标注1号、2号和3号。诸位选好付过钱之后，就可以由秦石先生现场解石，结果现场公开，可以再次拍卖，定价50万元一个。爸爸，买那块。福宝，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，而且你奶奶的后续治疗还得一大笔钱呢。有我替你们出钱呢，更何况福宝喜欢，那就去玩玩呗。但那毕竟是50万，这万一……爸爸快去，我们要2号石头。哼，一个穷鬼也想学人赌石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几斤几两？哼，2000万，敢不敢赌？我们从3个任选一个，价高者胜。赢了，这张银行卡归你；输了，你欠我2000万。苏少，这……爸爸跟他赌。爸爸，这块石头里面的财气好浓好浓，我们不会输的。福宝，我们现在实在没有这么多钱，而且你奶奶还在医院，2000万，我们实在输不起。怎么，苏清远，你看上的人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？苏清明，这块石头本来就是我替他买的，这赌资自然也是我替他出了。这不是全球限量的无限额黑金卡吗？苏小姐连这都拿出来，看来啊是动真格的了。看来苏总对这对父女还真不是一般的看重，能吃到苏家这惊天大瓜，这次慈善拍卖会还真是没白来。苏清远啊，苏清远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苏清远，跟你赌2000万没意思，敢不敢赌点大的？医药中心这桩生意的主导权
你敢吗？医药中心的负责人莫老，本就是赵先生和福宝争取来的，只要他们同意，我没意见。爸爸相信福宝，更何况你还不相信我们小福宝的眼光吗？就是爸爸，福宝出马，保证让你稳赚不赔。请吧。我选2号。我选这块儿。苏清远，你输定了。既然2位选好了，那么买定离手。现在有请沈先生现场解释。赵先生，虽然说我本不该多言，但见这次赌约巨大，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这块石头上的恶流非常明显，按照常理很可能深入肌理侵入翡翠，肯定会大大降低这块翡翠的价值。您是否要继续选这块翡翠？秦先生，我确定。好，把机器打开吧。要不要先看我的3号呢？表面松花遍布，打灯色阳而正，水头也足，看来要提前恭喜苏少了。哼，客气客气，那就麻烦您帮我开一下吧。哎，听到没啊？有些人呢，就是看不清自己的出身，不掀棺材不掉泪。大坏蛋，爸爸才不会输，你那块石头的财气才是坏透了。小崽子，一会儿输了你可别哭。出了帝王绿，还真是帝王绿，这苏少爷眼光真是毒辣，一开就开出了帝王绿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这下子这对父女难办了。可惜苏总筹备了这么久的项目，最后却为苏少做了嫁衣。赵先生，别担心，这些石头以及赌资，我依然会为你支付的。爸爸，坏叔叔的石头周围有一道丑丑的裂纹，不是应该坏了吗？你们为什么都说它好呀？苏少，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有些特殊，要不你再切一刀？切！我就不信，我连运气都比不过他。好。色没吃进去，裂流也多，最多只能取个戒指蛋面或一个手镯，市场价最多值个60万。这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应该是你们切坏了。弟弟，你这话说的，秦先生是赌石界十赌九赢的大师，哪有你这里的份？秦大师，请您不要生气，这一块还请您继续。无需多言，职责所在。苏清远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我好歹是帝王绿，比你那值钱多了。哦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玻璃种桃花春，还带淡蓝飘花，这是100年难得的珍品啊！赵先生，你这块玻璃种桃花春紫罗兰翡翠，我愿出5000万的价格，是否割爱卖给我？当然可以。哎，这怎么可能？哇，爸爸的财气回来好多，我的法力也恢复了好多，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点石成金？点石成金，唉，还是不行啊！点石成金，唉，还是不行啊！说，是不是你这小东西把我石头换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今天不说清楚，都别想走！苏清明，你放手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把我女儿放开！小东西，你敢咬我？苏清明，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你试试！这就是有亲人的感觉吗？
嘿嘿，爸爸对我真好，福宝之后也要对爸爸好。苏清明，你想好今天的事怎么跟爸、跟董事会交代了吗？清算今天苏少造成的损失，明早我亲自提交董事会支付。现在请他离开。清算今天苏少造成的损失，明早我亲自提交董事会支付。现在请他离开。苏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苏总，请吧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记住你们了。哼！赵先生，恭喜你。苏总，多谢了。我没做什么，这钱都是您的功劳。爸爸，福宝呢？还有福宝呢？那当然还要多谢我的小福宝了。爸爸，福宝说过要让你有花不完的钱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钱了？真是特别特别多的钱。咱们赶紧回去，把消息告诉奶奶，好不好？好。奶奶，我跟您说，当时爸爸咻一声冲上来，那坏人的脸唰一下就变了，最后就灰溜溜走了。我就知道福宝最厉害了，帮爸爸挣了一大笔钱，还给奶奶换了一间这么宽敞的病房，说不定啊是天上的财神下凡呢。谢谢奶奶，财神爷爷才不会轻易下来呢。那我们小福宝怎么舍得下来呀？妈，这后续治疗的费用我已经给你交过了，医生说没什么大事，你就安心在这养着，马上就能出院了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小安，你现在能攒住钱了，多给自己和福宝置办点东西，听见没有？我听见了。小安，这个你拿着。妈，这是什么呀？妈，这是什么？你小时候啊，经常生病，我和你爸带着你看遍了大夫，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个游方师傅，说你命里带财，但根基不稳，带上这个东西能帮你压一压，等到你遇到贵人，一切就好了。没想到我们把这个吊坠给你戴上后，你的身体真的渐渐好了。可是后来你的钱也慢慢攒不住了，我们寻思呀，肯定是这东西不对，后来就把它收起来了。现在福宝来了，你也能攒着钱了，这个东西啊，该给你了。奇怪，这怎么这么像财神爷说的聚宝金蝉呢？他在吸爸爸的财气。爸爸，这给我好不好？爸爸的财气就是他偷吃的，福宝拿着它可以更好帮助爸爸挣钱。福宝智力有点不太好，之前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差点还被人贩子拐走了。好，福宝，你喜欢啊，奶奶做主就给你了。谢谢奶奶。小金蝉，福宝带你回家，以后不许吸爸爸的财气了，这才乖嘛。爸爸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好，我们福宝最厉害了。妈，放心，就算这金蝉吊坠给了福宝，我也会让福宝和你过得越来越好的。好好好，妈相信你。还有我，福宝也要一起带着爸爸奶奶越来越好。好好好，少了谁都不能少了我们小福宝。这楼不错呀，交通便利，临近学校，就是位置有点偏。福宝，你来看看。我也是被房子看昏了头，跟一个小孩说什么呀？爸爸，我看过了，这上面的房子都不好。现在这房子不景气，我本来想有了钱换个大的，但现在不是你奶奶马上要出院了吗？咱这小出租屋明显是住不下的，还是先赶紧换个大房子吧。爸爸为什么不问问苏姐姐呢？苏清远。福宝能感觉到苏姐姐是个很好的人，也许能帮助到爸爸。这确实是个法子。没打扰到你们吧？我正好路过，就想着顺道过来看看你们。没有，快坐。姐姐，
来坐。我刚刚还和爸爸说你呢。福宝和爸爸说我什么呀？大房子。没什么，就是地方不够住了，就看看房子。巧了，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感谢你们在拍卖会上给我帮的大忙。这几处房子都很不错，你和福宝挑一套喜欢的吧。苏总，您太客气了。这拍卖会呢，我们也是误打误撞，实在当不起这么大的谢礼啊。赵先生，苏清明经过拍卖会一事，给苏氏集团造成了巨大损失，已经被集团除名了，预计以后也很难参与到董事会决策中。如果不是你们，现在除名的可能就是我了。再说了，你看小福宝多喜欢啊，有现成的资源可利用，为什么不用呢？好，那就多谢苏总了。不过现在我们也有钱了，房子我们可以要，但钱我们自己出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。那现在，小福宝，我们选一个喜欢的吧，如何？福宝要这个。福宝，这楼盘在开发区，虽然交通便利，但是周围配套设施还没建起来，离市区也远，要不再看看别的？不用了，苏总，福宝想要这套就这套吧。行，正好这楼盘10楼东边视野开阔，是公认的楼王，我这就将合同给你找出来签了。正好阿姨出院，你们可以直接搬进来。我不是要一套房，我是要一整栋。一整栋？对，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，应该这一整栋还是空的吧。这套楼盘是第1期的最后一批房源，预计下个月才出售。我想着你们可能需要，就提前拿过来了。苏总，开个价吧。5000万，这是我能给到你的最低价。没问题，签合同吧。赵先生，现在这房子是你的了，但我能冒昧问一下，您选择买下一整栋楼的原因？原因呢，首先是因为我妈马上要出院了，我想着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，而且那地方也安静一些，我不想我妈整天被一些噪音吵到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，上次在拍卖会，我俩实在是太扎眼了。我相信不仅是你弟弟，还有很多人应该已经注意到我们了。赵先生，这件事……您不用在意，要不是您啊，我和福宝更不如现在了，更别说买其他房子了。我买这栋房子呢，是想保护我妈还有福宝的安全。我还打算自行加装一套全面的监控系统，还会请一个专业的安保团队，您应该不介意吧？当然了，您放心，我们苏氏也有良好的安保合作资源，如果您需要，我立刻为您推荐。至于苏清明，我也会给您盯着。那如此便多谢苏总了。客气了，赵先生，预祝您居住愉快。哇，有大房子啦！小安，以后咱真住这儿了。妈，一整栋楼都是咱们的，以后您想住哪套住哪套。你出息了，妈以后就跟着你享福了。奶奶，快点过来！好好，奶奶这就过来。喂，你好，安保公司是吧？怎么样？行，好玩我现在有空，我马上过去。妈，安保公司那边联系我，马上回来啊。赶紧去吧，正事要紧。福宝，我们在家等你啊。这个房子看着宽敞是宽敞，就是冷冷清清的，一点过年的样子都没有。想当年啊，腊月24就开始扫房子备年货了，这个果盘啊都应该装满了各种瓜子和糖果，厨房啊也备满了各种吃食。奶奶，我们也可以去买年货，买糖果，买鱼，买好多好多好吃的。爸爸说奶奶做的团圆饭可好吃了。好，刚好我出院，小安和你都在，我们这就去买菜，等一会儿呀回来一起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大爷，这春联怎么卖啊？哎呀，眼光真好，这春联是我自己写的，墨也是我自己做的，21副，祝你来年顺顺当当。
行，这春联、窗花还有那灯笼都给我包起来。一共63，你给60。哎，嘿嘿嘿，来，给你。哎，哎，小朋友，小姑娘真可爱，这糖给你吃，来，给你。祝你来年甜甜蜜蜜过新年。谢谢爷爷。爷爷，这盒子会发光，金灿灿的，能花好多好多钱。这都是老物件，不值钱。但是福宝明明看见财气。财气？又是该死的财气！哼，小东西，可算让我抓住你了。现在苏少满世界的找你和你那个倒霉爹，既然被我碰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可别当真啊！哎，小福宝，你也来逛这年会集市呢？哎，小福宝，你也来逛这年会集市呢？对了，你爸爸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这位是你奶奶吗？对，爸爸有事，福宝跟奶奶一起出来买年货。这个好，过年了，一家人就得团团圆圆的。福宝，你上次在那拍卖会啊，卖给我的铜钱特别不错，下次记得再有这种先找爷爷，爷爷保准给你开个好价钱。爷爷，你过来看看盒子。福宝，不要乱摸人家东西啊！小朋友，你要是喜欢这个盒子，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这盒子送你好不好？莫爷爷，你过来看这盒子。这是清代云纹紫檀织物匣，手工雕刻的云纹还保存得这么完整。大爷，我愿意出5万块钱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割爱？5万？卖，我这盒子卖，这里面的东西也给你了。不，我就要盒子，这里边东西啊，还给我。哎，过去了。终于可以给孙子买喜欢的东西了。来，这钱都给你。要不是你啊，我这盒子还不知道这么金贵。不要，爷爷已经给过我糖果了，福宝不能白要爷爷的钱。不要白不要，这大过年的刚迎完财神，爷爷跟着你沾沾财气。福宝拿着吧，要不爷爷晚上回去也睡不着觉。拿着去买点零嘴儿，买爸爸最爱吃的麻辣猪蹄。馋鬼，是你喜欢吃吧？爸爸说他也爱吃。小福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个东西啊，要好好清理一下呢。爷爷，再见。爷爷，再见。对了，韩大姐，你们东西买的怎么样了？还有点菜没买，买完就回去。韩大姐，听我一句劝，买的差不多了，就赶紧带着小福宝赶紧走。上次啊，在拍卖会上，苏清明已经记恨上赵先生和这个小福宝了，而且那个人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。现下赵先生不在你们身边，这集市上人多眼杂，不得不防了。多谢你提醒，我们买完菜马上就走。行，那我就先过去了啊。小金蝉，怎么了？福宝，我感觉到了穷鬼的气息。穷鬼？因为那些坏人会来凡间夺他们的财气，才使得凡间的财富失衡。而你爸爸赵承安也是被穷鬼们迫害的一员。但是小金蝉，你也在吃爸爸的财气。我那不是因为维持灵性吗？但是你放心，我能让穷鬼遭到财气反噬变倒霉。等帮你爸爸稳固了财气，等回到财神殿，一定上报财神，把你爸爸的财气10倍奉还。这还差不多，但是你说的穷鬼到底在哪里啊？刚刚在你身后，突然就感觉不到了，应该是走了。福宝，别看了，走，赶紧买完菜，咱们回家。你爸小时候啊，我就是这样拉着他从乡里集市赶回家。你爸爸可淘气了。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吗？小孩子哪有不淘气的？你爸每次来集市都要买一串糖葫芦，不给他买啊，就蹲到了地上哭，最后给他买了，还吃了一手糖渣。原来爸爸也爱吃糖葫芦啊！福宝不会吃的满嘴糖渣。好孩子最乖了，奶奶给你买吃不完的糖葫芦。你是谁？干什么？
阿姨，您别害怕，我是赵成安的工友，他呀特意让我来专程把你们送回去。嘿嘿，我儿子没有说有人来接我们啊。是这样，安哥说安保公司那边出了点问题，他呀怕你们回去的路上被苏少的人挟持，特意让我过来给你们送回去。哎，这是安哥特意让我给孩子带的糖。你认识苏少？这糖，你真认识小安啊？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说呀，你们买的东西多，拎着沉，让我专门开车过来，把你们安全的送到家。福宝怎么觉得这场景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小福宝，你别被骗了，他就是掠夺你爸爸财气的穷鬼之一。福宝怎么觉得这场景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小福宝，你别被骗了，他就是掠夺你爸爸财气的穷鬼之一。奶奶，他撒谎，小金蝉说他就是让爸爸变穷的穷鬼。什么穷鬼金蝉的？是不是民俗故事看多了？不对，小安不知道我们来买年货，你到底是谁？不说我们报警了。阿姨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安哥的工友，你要是不信呢，给我走吧，你们俩！哎呦，哎，奶奶醒醒啊！福宝，福宝，哎呀，福宝，快跑！奶奶，我没事儿，你看，好好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认罪书，这是什么？他们要逼你爸爸承认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把咱们家的一切都抢走，这去骗啥的？爸爸才没有作弊，他们就是想抢爸爸的钱。贾仁义，放了我妈和福宝！贾仁义，你把我妈和女儿放了！你有本事你冲我来啊！你绑架我妈和福宝算什么本事？我没本事，只要你承认，你之前在棋牌室和拍卖会上得到的钱都是不义之财，我现在就放了他们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犯法的？犯法？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被你那个小杂种诅咒的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？医生说了，他以后都不能做剧烈运动了，他的后半生就这样被你们给毁了。赵成安，你是要钱，还是要你老娘和那个小杂种的命？你要钱可以，但我必须要确保我妈和我福宝的安全。好，跟我走。妈，福宝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小安，妈，你和福宝没事吧？没事，跑，快跑！完了，全完了。赵成安，桌子上有认罪书，只要你自愿签署认罪书，从这个缝给我递出来，我马上就放你们走。小安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是不是报警了？贾仁义给我发了你们的图片和地址，我也没多想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哎，傻孩子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没事妈，把这认罪书签了，我们就能出去了。就是这个认罪书吧。自愿归还全部所得，并且承担全部后果。贾仁义，我把这份认罪书签了，我就能出去了，对吧？只要我看到了认罪书，老子自然放你们走。赵成安，你没得选。
希望你说话算话。不能签，他签了以后，这辈子都存不住钱，这辈子永远就没有翻身之日了。爸爸不能签。一旦爸爸签了，爸爸的财气就散光光了，以后都存不住钱了。行，那我以后就是你爸爸了。好啊，我有爸爸了。爸爸，刚刚你是不是说没钱？爸爸，我以后一定帮你挣好多好多钱，然后给你买好多好多鸡腿。奶奶，我叫赵福宝，是爸爸的女儿。福宝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要是你和奶奶没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钱。钱。贾仁义，认罪书我已经签了，放我们出去。小金蝉，爷爷说凡人都爱财如命，但爸爸他怎么好像不爱财呢？小福宝，凡人心意变化莫测，所以说这历练才是每个财神童子的必经之路啊。签了，真的签了，果然和书上说的一样。认罪书已经签了，赶紧放我们出去！出去！赵成安，你女儿咒的我儿子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，让我散尽家财，你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！嘿，贾仁义，你他妈畜生，言而无信！妈的，那畜生就没想让我们出去。妈，福宝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你们。小安，都怪妈不好，让坏人把我和福宝抓了去，但是我们现在都出不去了。小金蝉，我记得你有增幅法术作用，我要破开这儿，帮我。不行，小福宝，你现在法术被封大半，即使加上我的增幅也弄不成个事儿啊！恐怕你我都得虚弱许久，万万不可。小金蝉，下凡来，爸爸对我最好，我也想帮爸爸。有人报警说你们被绑架了，现在嫌疑人已经被控制，你们怎么样？呸！你运气真好，把你们骗到这儿也能让警察救出去。老实点！现在受害人已经全部被解救出来了，你这边问的怎么样？根据报案人王大爷的描述，他在集市口看到嫌疑人将受害人绑架到面包车当中，然后他一路跟着嫌疑人到了这废弃的仓库，并且在沿路给我们留下了记号。原来是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坏我好事！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大姐和小姑娘心善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脾气暴，我可不吃你这套！哎，大爷冷静点，这事儿我们一定从严处理。警察同志，像这种人就应该统统拉出去枪毙了！我呸！行了，贾仁义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。现在说说，为什么绑架韩宝娟和赵福宝？警察同志，别看这小杂种长得挺可爱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儿子也不会受伤，我也不会输钱，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欠薪不发，功德有损，才导致你频频输钱，家人意外，怎么能怪到我身上？警察同志，应该是我讨薪成功，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才绑架了福宝和我妈，胁迫我签下虚假的认罪书，就想偷走我的财产，毁坏我的名声。放屁！我胁迫，是你自愿签署的，自愿。
所以你终于承认，你身上的认罪书是你自己准备的了。这上面棋牌室的部分我理解，拍卖会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听说赵承安拍卖会上的事儿，我打抱不平。赵承安，凭什么你赵承安就能得到贵人的青睐，平步青云，而我贾仁义连年不顺，我刚跑出去没2步就被警察抓了。赵承安，凭什么？安静点儿。看来小金蝉给他施加的倒霉效果还在持续生效呢。嘿嘿。拍卖会的事你来说。在拍卖会上，苏家的少爷苏清明和我赌2000万，还有一个医疗中心项目，最后我赌赢了。据调查，贾仁义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各地的棋牌室，还有工地，和苏氏集团的苏清明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受害人赵承安确实与苏氏集团的苏清远有一些交易往来。但是拍卖会的事确实有报备在案。按理说，贾仁义应该不知道这些。疑点重重啊。张先生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警官，我强烈怀疑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这个苏清明。这个贾仁义，我之前在他手底下做过事，他贪是贪了点儿，但他绝对没有脑子做出如此周密的计划，而且他也没有胆子搞成绑架勒索。什么苏清明、李清明，少他妈血口喷人！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就是我看到你赚到了钱，我眼红，我就是想搞你。让你说话了吗？你就说，老实点。赵先生，这件事我们一定追查到底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带走。走。大爷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这是一点心意。什么的。小伙子，你不知道，这不是你妈和你女儿，我都不知道我这压箱底那个宝贝能卖那么多钱。咱们这缘分，你要是再给钱，那就是打我老头子脸了。大爷，大恩不言谢。下次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，我赵长安绝不含糊。好，一定。那我先走了。那位爷爷看起来好开心，要是爸爸的财气也能回来就好了。福宝，别难过了，我感受到穷鬼的晦气消散，你爸爸财气应该回来了。爸爸，你的财气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福宝回来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咱们回家。妈，福宝，喝水。你说这袖子离杯子明明那么远，怎么会碰到杯子呢？没事就好，我刚才不是把水杯接着了吗？快坐。小安啊，我和福宝的事不能怪你，要怪就怪那些黑心肝的人。咱们一家人现在平平安安在一起，这不比什么都强啊！妈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这心里啊，还是不踏实。这前段时间呢，我运气这明明都好起来了，钱也挣到了，但是怎么突然你被绑架了？我连杯子现在都端不稳。这会不会真如那个贾仁义所说，我这挣了大钱招报应了？福宝，怎么了？爸爸财气中间虽缺了一小块，但整体充盈，唯独这眉间黑气盘旋。爸爸这不是遭报应了，而是有小人拦了爸爸的财气，接下来还想让爸爸失去一笔财富。哎呀，福宝啊，我知道你担心爸爸，但你这话说的也太玄乎了。爸爸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怎么会有小人呢？苏清明，
小爱，福宝说的是不是苏清明啊？之前因为苏总就跟他过不去，这次因为假仁义的事，你不是还怀疑过是不是苏清明在背后搞的鬼吗？爸爸，我也觉得是那个坏叔叔。来了。大姐、小宝，你俩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莫老听说你们的事，实在放心不下，我就冒昧带他前来拜访，不打扰吧？不打扰，快请坐。哎，莫爷爷、苏姐姐，让小福宝受惊了，都怪爷爷走得太快，让你俩受如此苦难。不怪爷爷，福宝还要感谢爷爷，要不是爷爷的提醒，福宝还想不起来诅咒坏人倒霉呢，那警察叔叔就抓不住坏人了。赵先生，这次的事，我仅代表苏氏向您和阿姨还有福宝致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事件的背后真的有苏清明在背后推波助澜？贾仁义虽然在审讯中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，与苏清明毫无关系，但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必有苏清明在背后的指使，只是目前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。对了，我也听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消息，就我那古玩店的朋友告诉我，这苏清明在暗地里变卖他珍藏的古玩，还有他名下的财产，而且动作很快，像是在筹集大量的现金。他这行为反常的很呐。小爱，他这是想跑路吗？应该不是跑路，苏清明自命不凡，行事猖狂，他应该是见计谋不成，他想要恼羞成怒，恼羞成怒之后想要筹集资金来一笔大的，然后对我们进行更强烈的报复。爸爸没错，我看见你眉间的黑气越来越不安分，若是再不赶走，你就要失去一大笔财富了。赵先生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正巧我那医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个项目一直是苏清明的眼中钉，到时候他肯定会来。如果赵先生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行个方便，到时候。好，那咱们就先下手为强。在莫老的医疗中心揭牌仪式上，咱们来个请君入瓮。行。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孙警官已经在宾客席入座，安保人员未安排好了。只要苏清明露出马脚，就配合孙警官将苏清明逮捕。那作为诱饵的那份假资料也准备好了吧？放在后面的储物间了，通往储物间的监控我也特意弄坏了，我就不信苏清明他还不上钩。好，辛苦苏总了，那要让莫老把那份真资料好好收起来。自然，那可是医药中心的根本，莫老一直随身携带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那接下来就等苏清明来了。打坏人，福宝也要帮忙，福宝可以让坏人变倒霉。那小福宝就负责让坏人变倒霉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就在这儿跟这个小白脸儿谈情说爱？可不正是，我还听赵先生说了些有趣的事。苏清明，你还真是蠢！我一想到董事会和父亲知道你参与绑架的事情，就忍不住仰天长啸。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，你心里清楚。我还听说一件事，经过上次的事，董事会对你很失望。今天的揭牌仪式，你最好安分点儿。如果你再有什么事被他们知道，你猜父亲会不会取消你的继承权，把你送到国外？哼，你又想激怒我？信不信由你，这可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最后的忠告。小金蝉，能让那个坏叔叔变倒霉吗？当然可以，小福宝。这人财气现在已经消散了大半，而且功德有损。你等会儿只需要发话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那就谢谢小金蝉啦。赵先生，我们走。走。
我听说这次揭牌仪式，莫名山那老东西会把最新的配方拿出来。如果这个配方是真的，苏长放心，若真有这个配方，我一定拿过来孝敬你。这一次我要让苏清远那贱人永远不能翻身。安静，大家安静一下。今日此研究中心就此揭牌，首先感谢国家的扶持与苏总的信任，其次感谢朋友们以及各位同仁的莅临捧场，实在是让我这研究中心蓬荜生辉。因此老夫决定在这场盛会上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喜悦。此乃老夫与研究团队历时数十载，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倾心化于方。这个是它的原配方以及部分的核心数据。它在治疗心血管方面有着预防和治疗的重大突破。今天我就在此研究会上将这个配方以及核心数据分享给各位同仁，造福国家医药行业，为国家医药行业添砖加瓦。莫老真是大手笔啊，这等核心成果都愿意拿出来展示，可见他对这研究中心寄予厚望啊。可不是啊，苏总真是好眼光，与莫老合作，未来的集团真是必不可限量啊。还用你说？我可听说那苏少都被赶出董事会了，未来苏家由谁继承，那苏老爷子心里清得很呢。该死！这文件果然是真的，我一定要在研发会之前拿到文件。苏少刚接到家里的消息，老爷子看了揭牌仪式的直播，对苏清远多次点头，还夸他有魄力，看起来会有更多产品分给他管理的打算。这个老东西！那我问你，文件的事怎么样了？都打听清楚了，配方的事儿是真的。莫明山平时经常把那个文件放在宴会厅旁边的储物间里，那走廊一段的监控，我兄弟都已经办好了，绝对坏的不能再坏，不会留下一点问题。好，尽快在研讨会之前拿到文件。好的。苏清远、莫明山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们颜面尽失。好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请允许我向大家展示。老头儿，这个研讨会我来学习学习。可以吧？苏少，此次研讨会本就是针对的有志之士，苏少请坐。只是下次记得提前来，莫要破坏会场纪律。老头儿，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这文件你确定是真的吗？我亲眼看见，那侍者拿着托盘进入储藏室，他一走，我就将这文件拿出来了。那房间里空空荡荡的，这文件就在那桌子上面。苏少放心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回去奖励你5万块钱。苏清远，没了文件，我这回倒要看看你们该怎么收场。爸爸，坏叔叔怎么了？刚刚不是还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吗？你还记得爸爸给你买的小老虎玩偶吗？这表面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其实里面全是美化。
福宝知道，福宝最喜欢小老虎啦。对，那叔叔那样可不好当，你可不能学他喽。好。这小崽子死到临头了还笑得这么开心，我倒要看看等莫名山拿不出文件来的时候，你们该怎么哭。事不宜迟，接下来请各位同僚一起帮我们见证我们团队数十年的心血，清新化鱼方的原始配方与部分核心数据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不可能！各位，他手里的文件是假的。苏少，老夫本着交流之心，分享配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以前是老东西和苏清远那贱人早就把我扔出去了，现在居然还来问我的意思，看来他们一定是找了假货临时充数，心虚了。大家千万不要被这老东西骗了，他和苏清远这个贱人合起伙来，一起骗你们。苏少，老夫潜修医道数十载，在医学界尚有一席之地。今日你空口诬陷老夫的清誉，口口声声说这是假货，真当老夫是吃素的？你和苏清远这个贱人合起伙来骗大家，可惜啊可惜，你能骗得过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因为我手里的才是真的。我就说嘛，这么重要的配方怎么可能轻易示人？底都透，这研究中心以后还靠什么吃饭啊？哎，要我说，姐姐这个医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，弟弟亲自前来打假，甭管这是什么假货真货，这下我看完了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既然苏少言之凿凿地说我的是假货，那我想苏少肯定不介意拿你的真货让大家品鉴品鉴吧。那是自然。哼，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那欺世盗名之徒。这不可能！大笨蛋，活该！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真货！苏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亲眼看见那侍者拿着这文件进了储藏室，那里也只有这一份机密文件袋啊！我啥都不知道。赵先生，我以为这假饲料是你准备的，没想到是福宝准备的。我只是偷偷往里面塞了几张白纸，看来福宝也看不过去某人了，肯定偷偷加工了一下。坏人，大笨蛋！你个小杂种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！苏少，老夫诚心邀你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老夫，破坏会场纪律，甚至对孩童大打出手。本来老夫看在苏总的面子上容你3分，但是现在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老东西，你少他妈在这装清高！你和苏清远那个贱人都是一伙的，你们合起伙来在这儿，就是为了今天把我逮住。没错，苏清明就是给你下套。没想到你连盗取机密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是又怎么样？这本来就是我苏家的产业，
一个外人，迟早要嫁出去，这产业迟早是我苏清明的。苏清明，这场拍卖会爸爸一直关注着，你就不怕爸爸真的放弃你？哼，父亲本来就偏心你，董事会的老王八蛋更是见风使舵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把我给开了。看看你身边的小白脸儿，等你以后嫁出去，苏家迟早都是我的。爸爸才不是小白脸，坏叔叔本来财气充盈，是你做太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功德有损，才会财气消散，黑气缠绕，一无所有。伤天害理？我呸！你个小杂种，上回是你，这回还是你。上回贾仁义那个废物怎么没把你们给灭了？等你们落我手里的，哼，等下次我没有下次了。贾仁义绑架福宝和我妈的事儿，也是你指使的吧？天哪，我以为苏少是纨绔了些，没想到他竟然敢指使绑架。都说豪门争夺残酷，没想到是这么丧心病狂。我看这下苏少完了。那又如何？赵成安没有证据，哼，我进警局只不过是走个过场。等我出来，我早晚把你们都弄死。那要是这个呢？苏总，放心吧，那小子我早就看他不爽了，要不是他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。您就放心的把这件事交给我，保证天衣无缝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苏清明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很嚣张啊！苏清明，你涉嫌教唆绑架、商业欺诈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了，既然麻烦已经解决了，之前的提议仍然有效。我宣布，研讨会正式开始。赵先生，现在你能放心了吧？哼，终于啊，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福宝，你呢？法力恢复了大半，只要再有一点，我的法力就能完全恢复了。尘埃落定，穷鬼伏法。小福宝，你爸爸从此财路畅通，还有财神保佑，以后百无禁忌。福宝也开心，爸爸眉间的黑气消散，财气巩固，再也不用担心。好，那以后爸爸呀，赚钱都给你花，好不好？好。赵先生，你帮我解决了心腹大患，又帮莫老护住了研究中心，不如这样，今晚我做东，大家一起聚聚。是啊，赵先生，我知道这边有一家饭店，味道不错，咱们可以去那里好好聚聚。多谢二位的好意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啊，因为一直没在家，少了一顿团圆饭，我得赶紧和他回去。我妈还在家里等着呢，我和他就买些菜，把这顿饭补上。对，福宝要吃奶奶包的饺子，还要给爸爸买爸爸最喜欢吃的麻辣猪蹄和糖葫芦。你这小妮子是我考虑不周了，这改天我和苏总一定亲自登门的，好好的跟你喝一杯。那也不用改天了，二位若是不嫌弃，今晚可以一起来热闹热闹。行，那老夫就好好尝尝你的手艺。赵先生放心，我和莫老一定会去。那我可要在家恭迎二位大驾了。
呀，小爱，你快来！新闻上说，咱们这栋楼的片区要建学校和商场，房价翻了好几倍了。真的？可不是嘛，咱这一栋楼估价10几亿呢，以后咱娘仨不用愁了。天哪，那咱们真成亿万富翁了。福宝，那咱们真的以后有数不完的钱了。爸爸，福宝看见了哦，爸爸以后一定财源广进，一生无灾无难。爸爸，我也饿了，我吃饺子啦。好，包饺子。这都几点了，小爱？走，一会儿和我包饺子去。好，走吧。点石成金。法力恢复了，我是不是不能待在爸爸和奶奶身边？小金蝉，我感觉到我能回到财神爷爷身边了，我为什么不觉得高兴呢？哈哈，福宝，我的小童子，别来无恙啊！财神爷爷，下凡这段时间，你散财助人，明辨是非，找回了金蝉，还打败了穷鬼，维护了财气平衡，历练得不错，是时候该回财神殿了。财神爷爷，我能不能晚些再回财神殿啊？小福宝，我知道你不舍，但你身为财神童子，不仅只是守护一家人的福气，理应为凡间千万家送去财运呐。可是，你别哭啊！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该死的，安保公司干什么吃的？连个老头都拦不住。爸爸、奶奶，这是财神爷爷。其实我是财神殿的财神童子，初5下凡来给凡间散财的，现在要回财神殿了。财神童子？这怎么可能？傻孩子，奶奶早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你一来，爸爸的运气、财运都回来了。原来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小仙女儿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福宝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爸爸，那然后我们就包饺子吧。好。我赵承安能有如今的成就，多亏了福宝、莫老和苏总的帮忙。那正值新年，我敬大家一杯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喜乐，幸福常在。来。福宝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团团圆圆，财源滚滚。财神到，福气到，新的一年，愿所有善良之人都能被好运眷顾，财源滚滚，团团圆圆。